特朗普的重要幕僚兰萨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，当下乌克兰的首要事务应当是追求和平，而非协助基辅去夺回诸如克里米亚之类的地域。要是泽连斯基仍将收复失地当作首要目标，那恐怕只能依靠自身力量。这或许预示着待特朗普日后执政，极有可能放缓甚至终止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。今天咱们就来探究一下，假如美国停止对乌援助，乌克兰是否还能抵御俄军的进击？2022年2月24日，俄乌边境历经长时间的紧张局势后，俄罗斯毅然发动战事，对乌克兰展开攻击。这意味着自2014年起累积的矛盾彻底激化，一场全面战争轰然爆发。此次入侵堪称自二战以来欧洲大陆上规模最大的战事。战争伊始，面对俄军的强大攻势，乌军迅速溃败。然而，在扎卢日内的指挥调度下，乌军各部队渐趋稳定。在首都基辅，面对俄军的突然猛攻，谢尔斯基灵活指挥各部队，成功守护了基辅，击退了来自北部的俄军，粉碎了俄军的斩首图谋。此后，战事陷入僵持状态。在战争初期时，欧美各国的军事专家均认为乌克兰部队难以抗衡俄军的大规模进攻，力劝泽连斯基即刻撤离基辅，并表示可为其提供撤离的飞机。但泽连斯基坚决拒绝撤离，并向美国大使宣称，若俄军抵达基辅，我将再次与之战斗。此刻我需要的是弹药，而非撤离的机会。没几日，乌军竟奇迹般地击退了俄军。在毫无援助的情形下，俄乌双方持续僵持，谁也无法彻底压制对方。看到乌军成功抵御俄军，欧美多国纷纷筹备武器弹药，将能用上的飞机、坦克、大炮等各类装备一股脑地送往乌克兰。于是，第一波援助到来，乌军顺势发起哈尔科夫反攻，打得俄军猝不及防，一举突破俄军防线，收复众多地域。紧接着，乌军再次出击，发起赫尔松大反攻，将俄军彻底逐出第聂伯河以西。乌军能取得如此战果，与美国援助的武器紧密相关。其中，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备受瞩目。海马斯原名 M142 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，是美国于20世纪90年代末研发的武器，旨在取代机动性欠佳的 M270 多管火箭系统。它能发射多种火箭弹及 MGM-140 陆军战术导弹等远程打击武器。M142 系统采用洛马公司的火控发射系统，其车辆底盘由贝公司等联合研发。M142 多管火箭发射车是 M270 的轮式版本，一个发射箱可携带6枚火箭弹或1枚 MGM-140 陆军战术，前者的弹头有制导或无制导之分，射程可达42公里，若使用 MGM-140 导弹，射程则能达300公里。同时，该车还能配备不同规格的227毫米口径火箭弹。目前，美国确定援助乌克兰38套海马斯，已向乌克兰陆军交付24套，其中多数已部署至前线作战，且美军将持续供应所需弹药。2022年6月26日，乌克兰第72机械旅动用海马斯，袭击了俄罗斯第20集团军在乌克兰东部的一处指挥所，该指挥所遭海马斯火箭弹持续轰炸，数个 BM-27 飓风火箭炮还发生殉爆。此外，据俄罗斯媒体报道，一个位于顿巴斯用于俄军集结的临时基地也遭海马斯打击并被摧毁。乌克兰方面运用海马斯，主要针对后方关键节点实施打击。在2022年夏季赫尔松州的反攻中，海马斯火箭炮多次被用于摧毁俄军的弹药库、铁路枢纽和渡河桥梁等高价值目标，极大削弱了俄军的前线作战能力。2022年7月，乌克兰分别于7月19日和7月22日2次攻击了第聂伯河上的安东诺夫斯基大桥，同时上游的安东诺夫斯基铁路桥和卡霍夫卡水电站也受到攻击。美国援助的 GMLRS 制导火箭弹在这些袭击中展现出极高精度，比如乌军对安东诺夫斯基大桥的数次袭击中，桥面同一区域多次被火箭弹击中，导致该桥暂时无法通行。这些袭击致使第聂伯河右岸的俄军与其他占领区暂时隔绝，使得占领赫尔松的俄军只能依靠大量轮渡进行补给，许多士兵甚至弹药都无法充足供应，最终不得不选择放弃赫尔松。据美国国务院官网消息，美国在战争初期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价值超75亿美元，所提供的装备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的额外弹药、16门105毫米榴弹炮以及3.6万发炮弹。英国也曾向乌克兰提供105毫米榴弹炮、15架扫描鹰侦察无人机以及各类扫雷系统。
比如40辆 Max Pro 防地雷反伏击车，该车配备扫雷滚，助力乌克兰清除俄军在乌东部、南部地区布设的地雷，并且英国还为乌克兰提供了哈姆高速反辐射导弹，用于集成到乌克兰飞机上，以搜寻并摧毁俄罗斯雷达。此外，还包括1500枚陶式反坦克导弹、1000套标枪反坦克导弹系统、2000发反坦克炮弹，用于现有的反装甲系统。这只是战争爆发第1年各国提供的部分装备，还有众多未在此罗列，比如瑞典研发的卡尔古斯塔夫无后坐力炮。其他援助还有50辆悍马、战术安全通信系统、爆破弹药、夜视设备、热成像系统、光学和激光测距仪。在当前的俄乌冲突中，双方炮兵发挥着关键作用，而美国媒体认为，援助武器的重点在于发现并摧毁俄罗斯的炮兵。美国对乌的援助大多是针对俄罗斯炮兵，包括为乌克兰提供用于瞄准火炮的扫描鹰无人机，这是一种小型长航时低空无人机，用于侦察和发现敌人，为乌克兰火炮指示目标。其中，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还包含 AGM-88 高速反辐射导弹，这使得乌军能够在以炮兵为重点的战斗中瞄准俄罗斯雷达，并且目前乌克兰已成功使用这些导弹，并将其整合到乌克兰飞机上，使乌克兰能够搜寻并摧毁俄罗斯雷达。但截至目前，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 AGM-88 具体型号，这些导弹如何集成到乌空军的米格29战机上，以及飞机使用这些导弹的模式，均尚不明确。有观点认为，乌空军目前急需单座的米格29以补充空中力量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乌空军的2座米格29或许是集成哈姆反辐射导弹的合适机型，因为后座飞行员能够负责操作 AGM-88 导弹的相关任务。不过，俄军对于乌军获得的援助并未坐视不管。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曾表示，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中，俄军使用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。绍伊古在接受电视频道采访时称，匕首已用于对乌特别军事行动，并表现出色。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是俄罗斯研发的空射型高超音速导弹。据俄军透露，该导弹射程超2000公里，速度可达10马赫。该导弹在飞行的每个阶段都能进行规避动作，且可携带常规弹头与核弹头。该导弹可从图22轰炸机或米格31上发射。匕首导弹于2017年12月服役，现部署于俄罗斯南部军区的空军基地。2022年3月18日，俄罗斯在俄乌战争期间首次运用匕首导弹摧毁乌方军火库，成为俄罗斯乃至全球首次在战争中使用的高超音速武器。一般而言，导弹会以2马赫的速度上升至约20公里的高度，发射后匕首导弹的固体推进剂火箭发动机启动，为上升提供动力。自动驾驶仪器通过空气动力尾翼管理火箭飞行路线，迅速加速至平流层边缘，以减少阻力。随着飞行高度增加，气动尾翼失效，导弹采用矢量推力控制。到达平流层边界后，导弹转为水平飞行路径，同时加速至10马赫的攻击速度。在此过程中，是远程防空系统拦截的最佳时机。之后，目标导弹的弹道不断变化，需要不断重新计算瞄准点。当拦截导弹接近目标时，其动量将影响精确跟踪目标的可能性。以现有技术，在机动末期难以拦截高超音速导弹。从发射至抵达目的地，导弹采用难以预测的路径，由于推力矢量控制和尾翼的作用，不断改变方向。这种特殊机动使其能够巧妙避开潜在的导弹防御系统。到达预定区域后，导弹通过激活主动雷达开始运作。该机制会不断将导引头捕获的雷达快照与预存的目标图像对比，在确定相关性后旋转并调整路线，以确保打击精度。整个过程确保导弹命中时距离目标极近，通常仅约10米。绍伊古还表示，俄军的苏式战斗机表现卓越，俄军将继续使用，因其具备强大的抗防空系统和导弹能力。他还称，俄罗斯正在仔细研究在乌克兰缴获的外国军事装备，并制定应对策略。欧美多国援助的装备确实给乌克兰军队带来助力，大幅提升了乌克兰炮兵和反炮兵作战的能力，对俄炮兵构成一定威胁，但尚未达到改变战局的程度。比如扫描鹰无人机确实可用于侦察俄军炮兵，其机长 1.4 米，翼展 3.1 米，最大起飞重量约20公斤，与俄罗斯的海鹰10相当，各项指标稍高，但仍属小型无人机。这种无人机曾用于侦察伊朗，却被伊朗击落并俘获。伊朗还展示过俘获的扫描鹰。
尽管乌克兰此前也收到过欧洲国家的小型侦察无人机援助，但这些无人机或许能发挥一定作用，却无法彻底扭转战场态势。而美军援助的航母反辐射导弹可能对俄罗斯的雷达，尤其是炮兵侦测雷达构成一定威胁，但由于乌克兰的战斗机需改装才能发射航母反辐射导弹，难以充分发挥其作用。而且目前乌军的战机无法完全掌控制空权，米格2升空后会遭遇俄军战机的强力拦截，只能依靠少量的 F-16与俄军争夺制空权。而这些 F-16对乌军而言极其珍贵，每次行动都需谨慎评估风险，因此乌克兰对 F-16的使用可能会极为谨慎，使用米格29搭载哈姆反辐射导弹对付俄罗斯雷达也困难处。待到明年特朗普上台，乌克兰的处境或许会更为艰难。外界普遍认为，特朗普上台后可能会抛弃乌克兰，迫使乌克兰迅速停火。今年9月，特朗普的竞选搭档万斯简要阐述了他心中的停战计划。在当时的一次访问中，万斯表示，俄罗斯将保留已占领的乌克兰领土，在前线建立去军事化区域，构筑严密防御工事，确保俄罗斯不再入侵，但要求乌克兰保持中立，不再寻求加入北约或其他同盟组。然而，特朗普从未公开阐述过他的停火计划或构想。数日后，泽连斯基强烈批评了万斯的建议，称绝不可能一夜之间停战求和，更不可能割地退让。而特朗普上台后，最多可能只是美国单方面停止对乌援助，但欧洲其他国家或许仍会继续支持乌克兰。大家觉得，如果美国真的停止对乌军援，仅依靠欧洲各国的援助，乌克兰能够战胜俄罗斯吗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探讨。